话接上回，马独独和云小宝看过姜老头的玉，都大失所望，言语上的藐视让姜老头大为光火，直言让云小宝的父亲过来看。过了不到半小时，茶室的门被撞开了，一个老头几乎是冲进来的吼道：哪个是老李的徒弟？这老头谁呀？正在发呆想着好吃东西的我，被他这一吼给吓一跳，却不想原本安坐如山的云小宝更失态，先是那嘴张的跟要吞下一个鸭蛋似的，紧接着他赶紧地站起来，扶住了那冲进门的老头。爸爸，你莫激动，莫激动，先坐下再说。云小宝一边扶着那老头，一边关心地说道：原来这个激动的老头就是云宝春啊。我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样子挺普通，人却很有气势的样子，不过一般吧，还没我那便宜师傅做法的时候有气势。差远了，做个屁，神仙上门你都不知道，给老子怠慢了，老神仙没有。云宝春啪一下就拍在了云小宝的背上，一点也不给已是中年人的云小宝面子。云小宝在旁边唯唯诺诺不敢说话，云宝春转过头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神情恭敬而亲切地问道：哪个是李神仙的弟子啊？早说要来成都，我绝对要亲自迎接，亲自迎接的。这时姜老头才站起来说道：老李正是在下的师傅，哎呀，你赶紧坐坐。云宝春说话间就亲自拉着姜老头坐下，自己也陪坐在了姜老头的旁边。请问你是厉字辈的哪位神仙呢？厉老神仙还好吗？坐下之后，云宝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：神仙一说就免了，我是姜立纯，至于我师父云游去了，原本听见提起我师祖，我是竖起耳朵在听，那是我最好奇的事情，可姜老头太狡猾了，竟然一句话给打发了。原来是立纯兄，当年我也才10来岁，见到你时你比我还小3岁，要不是你师父，我们一家怕遭大难，我也不可能还能有个儿子。这样说起来，你的样貌虽然老了许多，还是依稀能见故人的影子啊。云宝春竟然闲话起家常来，好说好说，这些事情说起来都是我师父做的，我没做啥，当不起你这么客气啊。我这次上来就是出手一块玉，我自己亲手养的玉，你儿子和这位马独独认不出来，就只有请你来亲自判断价值了。姜老头好像没有扯当年的兴趣，直接就说出了他的目的。他是轻描淡写地说，可这云宝春的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惊奇、不敢相信、狂喜等等情绪一下子全堆在他脸上了。他兀自不敢肯定地问道：你说你是要卖你亲手做的玉，这你是有什么困难？我自当义不容辞，这玉太珍贵了呀。不了，有一求必有一报，我不白拿，你看看这玉吧，如果你也觉得稀松平常，那我就走了。姜老头很直接的就拒绝了云宝春，执意坚持只卖玉。可云宝春看也不看那玉，直接就说：姜师傅，不用看，你直接开价就好。这时云小宝也急了，他可不知道啥老李啥厉字辈的谁，这种在商言商的商人性格是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他还有一点傲气，认为在这四川的地界吧，也不用怕了谁。老爷子有时太过刻意的讲江湖情义了，这样对生意不是很好。其实要讲江湖情义不是不行，帮衬一个大方一些都可以的，但生意规矩可不能坏，何况还有马独独在这里呢。这样想着，云小宝忍不住开口说道：爸爸，你就看看那玉也好啊。云宝春一听，啥话也不说，原本他就拿着一个拐棍的，这一下他直接站起来，拿起那根拐棍就朝云小宝身上打去，吼道：你是这猪油糊了心，这钱遮了眼睛缩，老子打死你个不长眼不长心的。姜老头一把就拉住了云宝春，而云小宝则一脸委屈，还是看看吧。姜老头平静地说了一句，说话间就把玉递给了云宝春。云宝春深吸了一口气儿，有些余怒未消地指了指云小宝，这才坐下，双手有些颤抖的，非常恭敬的，可以说是捧过了姜老头递过来的这块玉。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云宝春压根不看这玉，而是一下把眼睛闭了起来，把玉紧紧地贴在了心口的位置，像是仔细的在感觉啥。云小宝愣了，马独独愣了，曹二愣了，我照样无聊地趴桌子上，因为我知道师傅房间里的玉有啥不同。
我自己只要非常认真地盯着那玉，凝神闭眼，就能恍惚地看见师傅房间里的玉，周围有一层微微黄芒，有些刺眼些，有些要淡些。姜老头呢，更淡然，干脆捧起杯茶，两个眼睛就去瞄窗外了。我知道他在看大姑娘，只是一小会儿，那云宝春就睁开了眼，那脸上的狂喜是怎么也掩饰不住，双手紧握着那块玉，嘴角抖动着，一直说着天佑我云家呀。接着他转头对着姜老头说道：姜师傅，我猜你出手的可能就是灵玉，没想到你真的要卖出一块灵玉，这种东西根本无法用钱来衡量，你得受我一拜。说着他就要站起身来给姜老头鞠躬，却被姜老头再一次拦住。他说：好说，真的好说，各取所需罢了，我的一半家产咋样？云宝春直接把拐棍一顿，豪气地说道。姜老头不说话，只是喝了口茶，天知道他在想啥。云宝春生怕姜老头不卖，直接说道：姜师傅，我晓得你师傅的规矩，越是来得容易的钱，他收取的越多，要是钱脏了，他是连看都懒得看，更别提出手了。云家早年听了李神仙的劝解，不做那地下的营生了，钱也干净了许多。我想姜师傅定是有所耳闻，才肯上门来卖这东西。我家比不得那些港商，他们要知道这东西，价钱一定比我出的高。可是姜师傅，我心诚，这些年善事也做了不少。姜师傅这样吧，我只留下家里生意所需要的流水钱，其余的全用来买这块玉。他的话刚一落音，马独独差点没把嘴巴里的茶喷出来，云小宝更是嚯的一声就站了起来。姜老头没说话，马独独却大吼道：不行不行，云老爷子，你一定要给我讲一下这玉的名堂。你说你是要卖个人情，还是真的要买这块玉？云小宝也沉声说道：爸爸，家里的生意我也有参与，你要说服我才行。云宝春握着那玉就不曾放下，他望着两人说道：马独独，我晓得你倒是个爱玉之人，云小宝，你要理由是不？你们两个惯玉那么多年，晓得一样传说中的玉不灵玉，也就是挡灾玉，关键时候能救命的东西。你说这是灵玉？马独独那原本不大的眼睛，此刻瞪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云小宝有些失神的一下子坐在了凳子上。有的时候，当钱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这种传说中的玉有多宝贵，他们相遇久了，自然知道。可是这种玉虚无缥缈，也没个辨认的法子，要咋相？听说有一种人天生天眼，或者是修行之人修有天眼，最不济要那种灵觉很强的人才能一眼看穿这灵玉，知道吗？长期相遇久了的人，会对玉有一种很敏锐的直觉，有一种相遇之法，名为心相法，用心去相遇。这种心相法局限很多，几乎失传，但偏偏相这灵玉却能像一些名堂出来，会这心相法的高人厉害之极，平心相遇，闭眼甚至能感觉玉的内部纹理。云宝春说道：我知道这心相之法，知道，也听说云老爷子你会一些，不过太玄了，我想学都不知道哪儿学。难道刚才？马独独失声说道：那么多年了，爸爸，我这是第二次看你用心相遇啊，没想到是块灵玉。云小宝也感叹不已。其实我火候不够，可你们不知道姜师傅师徒的传奇之处，他们能拿灵玉出手是绝对的，他们养出来的灵玉绝对强过一般的灵玉，就如真正的高僧开光之物，就是你曾经见过一次的那种用头盖骨做的开光之物。这玉你们闭上眼去感觉，我曾说过古玉煞气重，你们最好去找一块来对比感觉。云宝春解释道。40几分钟过后，马独独是一脸懊恼地看着桌上的两块玉，云小宝则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。刚才他们找过古玉来对比了，用心去感觉了，刚出土的古玉握在手里，用心去感觉，总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透心里的凉意。这不是真的凉，而是让人心生不安。而闭眼握住姜老头那块玉，却莫名地觉得心平气和，一种令人愉悦的情绪莫名地从心间升腾而起，更多竟然是一种不由自己控制的安心。
这是姜老头功力强大、淋浴效果之强造成的感觉，一般的淋浴达不到这种效果。反正一般的淋浴马独独和云小宝是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感受的。哎，宝从眼前过，抓不住就是抓不住啊！盯了半天，马独独叹息了一句，抱了一下拳，就准备离开了。哈哈哈，马独独，你的钱也赚得不少了，不差这一个，以后有机会的，有机会。云宝春心中大是畅快，开口笑道：“爸爸，这玉是给宝根带着吧？”云小宝的脸上也满是笑意。其实钱虽然给的多，留下了流水钱，加上云家的人脉，这生意不照样做，钱不照样来，有个保命符的感觉可不一样。宝根就是云宝春的独孙，云小宝的独儿。宝根自小身子弱，当然是给他，还不谢谢姜师傅。云宝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声音都大了几分。慢着，这玉我可没说就这样卖了。姜老头终于开口说话了，而我则在同情那个傻宝哥带着这么一块玉在身上，还不给同学笑死，娃娃抱土豆，哈哈哈！我在心里笑得肚子都要抽筋了。早知道干脆把课有火锅那块卖给他家得了。姜师傅，云宝春急了。姜老头却站起来，慢慢的说道：“云家这些年确实做了不少善事儿，我有心呢，听说了不少。看来你们家也是把我师傅的话记在了心头才会这样。我也明白，你们做这生意难，虽然不太光彩，但是这是祖上肋下的人脉，说起来也不算太伤天害理。因为你们不收刚出地下的东西，我只是想问，在县城里买栋楼大概要多少钱？”姜老头说了一串，问出那么一个问题。云宝春有些摸不清楚姜老头葫芦里卖的啥药，但还是说道：“大城里头难，私人房子少，基本都是国家的，买卖是不好整的。但是县城里私人房子倒还多，一栋楼吧，好点的段800、1000总是要的，一般点的再砸也要500吧。那这样吧，这块玉我就收你3000块。”姜老头这样说道。云宝春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价钱真是便宜得很了。他有钱，应该说是成都城里很有钱的人了，3、5万他都拿得出来。原本他也准备拿更多，没想到才3000。姜师傅，这恐怕不好吧？云宝春犹豫不定地说道。当然不好，我话都没说完，这只是我收的钱，可是这玉我可没打算才卖这点钱。从今年开始到往后10年，我要求你们每年做生意所得利润的1/3都拿出去做善事，做足10年。姜老头这样说道。好，云宝春和云小宝几乎同时答应道。别想着蒙混，宝春老兄，你晓得我这边你是蒙混不过去的。姜老头的神色严肃了起来。绝不会。云宝春也落地有声地承诺了一句。接下来的时光我过得非常满意。姜老头有钱了就潇洒，带着我逛了成都，还给我买了身难看的新衣裳，全身都是土红色的，也给自己买了身难看的新衣裳，全身都是土黄色的。可怜我那时没啥欣赏能力，觉得有新衣裳穿就是幸福。更让我满足的是，姜老头带我去吃了那些传说中的小吃，钟水饺、赖汤圆啥的，吃了好多，吃得我肚子都圆滚滚的。那些小吃吃得我念念不忘，在路上都念叨着：“师傅，那钟水饺子真好吃啊，薄薄的，一口一个，那撒在饺子上的佐料辣丝丝的，但是又有甜味，好吃。不是饺子，是饺，一角两角的角，因为它长得像个饺子一样。最早它叫钟水饺，不是钟水饺。”姜老头给我解释了。夜风吹来，很舒服，我饱着肚子，感觉这风惬意的眼睛都眯了起来。被师傅牵着走的感觉挺好的。回去后，师傅就给了我爸2000块钱，这钱无论是买房子还是做生意都绰绰有余了。为了我大姐、二姐的教育问题，我爸一咬牙，真的搬家了。其实要带的东西也说不上太多，几天就收拾完毕了。走的那天宴请了乡亲们，然后找了好几辆拖拉机，风风光光的走的。只是我妈哭得厉害，放心不下我。我当时没哭，就记得那天拖拉机开走的时候，夕阳满天了，伴随着突突突的声音，看着我爸、我妈、我大姐、我二姐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他们咋都走了，剩我一个在这里。
我才觉得心慌，才觉得一股刻骨的孤独涌上心头，有些茫然无助，终究是望着那一串的背影，蹲在地上，抱着脑袋哭了。这时候，一只温暖的大手搭在了我脑袋上。咋了？还是小气了？舍不得了？哭了？我站起来，一把抹干净了眼泪，说道：哪个说的？我不是可以常常去县城看他们吗？只是说话的时候，那眼泪还是一直掉。是啊，所以别哭了，男儿不兴这个样。姜老头难得温情地安慰道。我沉默了半天，有些伤心地说道：师傅，我总听我妈念叨我父母渊博，我这时想着就害怕了。我怕我想他们是想的，这想念要放心底，不必太过表露，只要这感情够深就行。师傅，你不会离开我的吧？我问了一句，忽然间就觉得家人都离开了，我孤独的快要愤怒的感觉。走吧，咱们也该回山上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我明日继续。